停步！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自然要对莲卿宠爱有加。银娜。 小心点儿。谢了。你这个是不是作弊了？哎，我严某人可是赌技超一流，夜来山头号圣手，愿赌服输好不好？你跟盛德就在这儿生活，我跟云墨去找吃的。 吃完赶紧赶路。严大姑娘和于公子的感情真好，一刻也不愿意分离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对于墨那是忠心耿耿的主仆之情，是不是？于墨公子好生自在，可是四海即将因你而起浩劫吗？ 来者不善。来者何人？应元帝君竟然没死，严界称他云神仙士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仙神罹难，不得无礼。仙神？谁呀？他呀？他是仙神？ 盛德，你果然没有撒谎，你真的是大罗神仙啊你！行啊你，之前都有得罪啊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唐州竟是下凡历难的仙神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啊，尊驾，我乃南海龙王昭衍，老夫。 绝无违抗天条、阻碍利难之意，实在是事涉四海与家事，还请尊驾切莫插手。尊驾不必客气，我如今为凡人，从前往事一概不知。云墨是我的友人，要我袖手旁观，绝无可能。定是敖轩让你来取我的性命，如果真有本事，来取就是。为何还要给我冠上一个危害四海的罪名？哼，我要你人头何用？老夫要的是四海安平，更要我女儿一世幸福。你是为昭兰而来？昭兰大运婚时，下凡之后，借兵将婚期一拖再拖，如今愿意出嫁后，更是郁郁寡欢。 我才知道，他竟想牺牲自己终身幸福来换取你的安宁。你可知，逆鳞不仅是翼尾龙的通灵至宝，更是通婚时用以交换世中的信物。你既接受了逆鳞，就该对他负责。你也行啊，于墨，没想到在凡界。 我们失散了仅仅月余，你就获得了龙族公主的芳心啊！夜来山子嗣绵延的重任提前完成了。闭嘴！这不是为你高兴吗？龙王殿下，此物的意义我全然不知，如果知晓，我绝不会收的。一派胡言！若非你蓄意哄骗撩拨于他，为何你遥想了他的幻心灵，接受了逆鳞，却从未见你来南海提亲？ 如今婚期将至，昭兰心在你处，逆鳞物在你手，南海被指背弃盟约，
却邪美，到处游玩，悠哉乐哉。为父为君，今日必定要为此讨个公道。哎，龙王息怒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们山主品行正直，绝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、骗取少女芳心的不义之徒。话说，这很巧嘛，我们夜来山其实正在杀鸡宰羊，搜索各地奇珍异宝，准备向招兰姑娘下聘呢。闭嘴！这不缓和下气氛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到南海见招兰一面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回夜来山跟您准备接亲一仗。你闭嘴吧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娶她。也是，堂堂的南海公主，让人悔婚作妾，于理不合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招兰绝无可能的。况且我早就有心仪之人，我跟招兰也从来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。果然还是忘不了将臣。他将此逆鳞赠送给我，就是为了救我性命。现在我才知道此物的意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必须要把逆鳞还给他，并且告诉他我真正的心意，不可能让他因为我的安危而错嫁不爱之人。颜淡，你陪我一同去吧。我啊，不行，除非我也一起。不可！是这样的，我从前在师门的时候，曾听闻过神仙罹难一事。这神仙罹难，若是罹难未尽而肉身殒命，只怕再也无法归位回天。唐公子如今只是肉体凡胎，水族又恰逢异主，势力不稳，若贸然卷入其中，怕是风险太大。不要紧，昔日我遇难之时，相救的小仙曾和我说过，我仙衣破损，若无四大神器修护的话，早晚仙里会外泄而死，所以我早已无所畏惧。我不跟着去，让捉到手的小妖跑了，倒是得不偿失了。那行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4个一起去呗，先解决了于梦的桃花劫，再送圣德回师门，这样行了吧？赞成。赞成。正好我在师门的时候，会一些修习补元之术，能助唐公子稳定些许仙力。帝君下凡罹难，若无仙衣保护，神器御身，必会神形俱灭而亡。除非他再服下半颗邯郸之心。尊家，为了不干涉尊家的罹难，只能委屈您在龙宫中蒙面，还请上神见谅。老夫的家事，竟然还要劳动尊家，实在是让老夫惭愧不已呀！请。这唐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连一海之主的南海龙王都对他这么毕恭毕敬的，难不成他是戏折子里说的大罗金仙？圣德，你可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颜淡妹妹未免也太会说笑了。遇晋升仙阶或犯了错的仙家，才需下凡罹难，一般位列上神之尊者，无需遵循。
天界谪仙众多，身份尊贵者云云，我们不必费心猜测。哦，圣德姑娘，懂得还真多嘛。颜淡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我这个靠山啊，你算是靠够了，要不然换个新靠山靠靠。哎呀，此番游历，我总算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要找靠山，当然是主公这种亲切的靠山啦。聪明。走吧。殿前亲卫乃本王亲选，没有虎符，不得变动。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昭衍殿下莫怪，我东海仪仗队久待数日不得入门，本王只得亲自来接我的王妃。父王，他早在宫中安插了自己的人，你一走，他便带兵攻入殿中，大开杀戒。皓轩，你住手！皓轩，你虽继位东海龙王，我也是南海之主。今日你带兵攻入我南海，杀我亲卫，掠夺我女，我是天条，无视天规。昭衍，你暗中私会于墨，还让这贼子于墨率其亲信闯入南海，欲抢我王妃。我出兵相助，接管南海，是理所当然。帝尊又奈我何？哼，皓轩，你不要狂妄自大。幸亏我及时发现昭兰的心意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即便她没有心上人，我也绝不会让她嫁给你这般残暴狠毒之人。你和昭兰联手哄骗于我，如今又将我的迎亲队拒之门外，如此奇耻大辱，我焉能忍气吞声？你纵使身居尊位，南海龙王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这般贸然杀入南海，伤人掠夺，和盗匪有什么区别？我继位龙王，乃是四海之主，凡界之中以我为尊。你区区一个凡人，也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？哎，龙王，这位龙王您别生气啊，误会了。我们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您，还有昭兰公主的婚事前来的。我们不是来抢亲的，是来和解的。这样，您先把昭衍殿下放下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行吗？又是你，无耻小人！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与众人无关。玉墨哥哥，可以，只要你于墨自废灵体，然后跪下来向我求饶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要！这是你们两海之间的家事，我本不愿意插手。可是昭兰有恩于我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屠戮南海亲卫，又伤害昭兰亲父，你莫要逼我出手。哼，在我眼中，你们已是必死之人，还说甚慷慨之词？我生性不欲招惹风波，可现如今，是你逼我出手。给我上！小心！
保护好自己，我去救昭衍殿下。好，唐公子小心！我来。何时拿回了龙丹？水火之王，四海之主，他是九旗。九旗竟然还有血脉存于世间，他竟是九旗之后。赵兰，不，昭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3日之后，我与昭兰于东海大婚，到时候，你只需带着于墨的人头作为贺礼，你便还是南海龙王。若无这份贺礼，吉日一过，我大军攻入，你南海青龙族必将不复存在。赵兰，女儿。龙王跟谋士已经商议了2个时辰了，有什么结果了吗？这个龙王不会真听了敖轩所言，砍了我们的头去当贺礼吧？还有你啊，于墨，你是九旗这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？我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并非刻意隐瞒。哎，我不是计较这个，我生气的是，早知道你不是黑鱼，我天天炖鱼汤喝了。如果这次我真死了的话，那我辛辛苦苦白活了一场，我连鱼腥味都没有闻到，这是我心头一汗啊！若昭衍殿下真要砍于墨脑袋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坐在这儿吗？敖轩为了逼婚大开杀戒，将南海之首视同微末草芥一般，可见其品性暴戾。若真奉此人为尊的话，这四海日后恐怕就只有敖轩一人为王了。可昭兰公主还在敖轩手上，我们在此是祸非福，实难揣测昭衍殿下如何计量。敖轩虽继位龙尊，但他的功力尚浅，只是那金钩法器对于墨颇有针对，杀他不难，但有昭兰之命为质。如果杀了他，这四海必定会大乱。唐公子说的极是，如今九旗之力一显，四海震动，西海、北海必定人心惶惶，这桩家事恐会化为兵变。唐公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应以避难之事为先，实不宜卷入其中啊。圣德姑娘，你说自己是偏门小派的术士，可现如今，你却上识天条秘辛，下察四海变动，还指点起我们来。姑娘的法力和门派，我可真是好奇啊。于公子，龙王殿下急召。于公子不必心急，眼下之事解决完，诸位送我回到师门后，届时一切疑惑自会水落石出。我等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圣德姑娘也是担心唐州嘛，一番好意了。龙王殿下还等着我们呢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。殿下有命，此事从密，请于墨公子一人入室相依。放心吧。若要得邯郸之心，必得先除去此人，
以我的功力杀不了他，须得找个帮手。殿下的意思是要我将敖轩取而代之？敖轩虽为四海龙王之首，但自从其代父执政以来，刚愎自用，横征暴敛，继位之后更是变本加厉。今日之辱，如若让步，来日之南海，未来之公主殿下，只会是滔天之祸呀！让我救回昭兰，自然是义不容辞。可要我以九旗的身份带兵起义，此事绝不可能。东海虽兵力强盛，但白龙族的能力气魄却始终难以服众。如今九旗重现，只需振臂一呼，其余三海必能团结一气，推翻敖轩的暴政。是，九旗是水族子民心中的英雄。没错，唯有九旗可以使其余的龙族诚心信服。正是。有一句话，我想问过殿下。昔日创世之战，我九旗全族被屠，遭灭顶之灾。此后，你们欢天喜地拜东海白龙族为尊，弃我九旗如同婢女。可现如今全是僵尸之时，又盼我前来相助。你们可曾想过，如此厚颜无耻，会遭天下人耻笑吗？殿下，殿下不必如此。我不爱权势，亦不信权势。此生最大的心愿，便是护一方净土，守心爱之人余生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想。殿下若长跪不起，我的初衷也绝不会变。殿下，此跪不为恳求，只因愧悔。因果报应，终有这么一遭。雨墨，如我告诉你，昔日九旗灭族是他人陷害所致，你本该就是四海之主，他们本该就是你的子民，这方净土，你要不要护？昔日龙族支援军正是上任东海龙王率领，他不仅未加支援，反而趁九旗战敌力竭之时追杀驱赶，令九旗误入修罗族陷阱，全军覆没。之后，他上走天界，顺理成章成为水族之首。罪证应该在东海龙宫。只要我们推翻敖轩，取得证据，九旗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你已是名正言顺的四海之主。于墨，你回来了，怎么聊这么久啊？我看你脖子没事儿，难不成龙王想让你当上门女婿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有莲青在我身侧，实乃一生之幸。方才昭衍殿下邀我同他一起联合西海和北海，推翻敖轩暴政，救回昭兰。我即刻便要前往西海。我同你一起去。不可，西海和北海的意思尚未知晓，而且你们三人皆非水族，还是留在此地比较稳妥。这也是昭衍殿下的意思。莲青对我的忠心，我记下了。放心，我定会安然归来的。
唐周，颜淡就托付给你了。是我抓的妖，本该由我负责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你别再给我照顾进玉葫芦里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归来。嗯。你说于墨去一趟西海，会不会又拐回一个西海公主啊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啊？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全野兰山上下都希望我们山主早日走出情伤，娶一个山主夫人呢。我当然要事事留心了。若是真有点苗头，我得赶紧回去通知百灵，让他准备聘礼。这味点心名为月见糕，所用食材皆为南海奇珍，最宜进补，巩固本源。唐公子若是能每日吃上几个，灵力必定会稳定许多，也能少受些外泄亏空之苦。凡人的寿命不过100年，你以10年修炼之力注入糕点当中，只为了缓解唐州猎魂的痛苦，你把唐州的救命之恩看得也太重了吧？并非只因救命之恩。颜淡，我心悦于他，他是我眼里唯一的光。他说的每个字，我都信奉如真理。你为何这副样子？难道你也心悦于他？怎么可能？我连7情6欲到底是什么，都还不太清楚呢。可是你们2个不是才刚刚认识的吗？我不是说过，我能看见人的过往当下吗？以前我们在天界为仙时，我与他厮守了一世。这是生生世世注定的缘分。难道爱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？以往在山境，总是一大伙妖精聚在一起，大家谈天说地，打打闹闹，好不快活。可与唐州相处却不一样，有时很开心，有时心里不知怎么，却会难受苦涩。唉。有劳。无妨，我愿意一直为公子掌灯照亮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吃了之后便会少受些仙力外泄之苦。我早已经习惯了，不劳圣德姑娘多费心。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痛。做都做了，尝一个吧。不必了。颜淡呢？他知道了月见糕的方子，去龙宫外的峡谷采药了。或许是想亲手做给于公子尝尝。宫外峡谷漆黑一片，很是危险。我现在去找他。这糕点，我回来再用吧。为何现在亦是如此？只要有他在。
哪怕我倾尽全力，你也不曾多看我一眼。这么深，也不知道我的真身能不能支撑得住。严淡，愣着干嘛？拉我上去啊！为何我的心这么痛？唐周，唐周，严淡！你这小人！我刚刚在上面明明挺好的，你非要喊我，喊我不说，还故意松手，安的什么心啊？我并非有意松手。刚刚那个场景，我梦到过很多次。怎么可能啊？你一个捉妖师，怎么可能会梦到我一个莲花精呢？自恋什么呢？不是你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或许是我从前的孽债吧。这太多次了。我眼看着他伤心欲绝地跳下桥，却始终看不清他的面容。可能是你喜欢的女子吧，我经常在画本看到，说是以前亏欠的情缘，如今便要再续。口口声声说要摒弃情爱，结果呢，你却念念不忘。看来这个凌霄派的掌门你是做不成了。或许你梦中出现的那个女子是圣德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圣德曾经说过，他跟你厮守了一生呢。我自己的心，我自己最清楚。你要裁好了没？裁好了我们就上去。这水母散落的光绪便是药引，只可惜招也太少了。抓紧了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知情，我的誓约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唇上燃尽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。就往浮云皱皱。这下收集够了吧？够了。你这般费力，为的就是给于墨做糕点啊！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吧？我改良了月见糕的方子，食之不仅可以巩固修为，功力能够有所增进。若是大战的话，赠予南海的士兵也好有助益。想的倒还挺周到。干嘛？圣德不是给你做了很多吗？难道你眼馋了？我能看出来，圣德其实很喜欢你，他时常跟我聊你的喜好，担忧你的病症，而且他在糕点中加入了自己的灵力，使药效加倍。若知他有此执念，我早该与他说清楚。有人如此在意你，难道你不会感动和开心吗？
若是有喜欢之人，他无论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心生感动；若不是钟情之人，无论他付出再多，那便只会是负担。你这么言之凿凿的，难不成你动心过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是甜的还是苦的？你管我？无论是苦是甜，我这修炼之人是无缘体会了。切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我去练剑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要再乱跑的话，再有下次，你就乖乖的进玉葫芦里。这小人，平日里口口声声的说不染红尘一念，被我揭开真面目，便要翻脸不认账。小人。南海的实力仅次于东海，敖轩能够如此蛮横，若无作为，日后唇亡齿寒，我这个西海龙王的位置怕也是不好做了。不过，有9旗的后人率军，此事可成。啊，这么说，您便是答应了？那现在围于北海了。北海墨龙族子嗣单薄。前些年病逝后，便再无新主了，皆是一些弱小之族推选了个领袖出来。若要调兵，必经北海，需要他们的应承才行。这位新推选出来的北海领袖，常年都在天界任职，甚少回来，且脾性怪异，对名利兵士皆不感兴趣。此战迫在眉睫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北海之主，应该是蒙着黑布的这一位吧？是，但并非我因他不是龙族而心生怠慢，实在是此人言行怪僻，连入画时都不收敛一二，摆出来，怕有失庄重，让人笑话。无妨，那可否揭开一看呢？贤侄，啊，你这是？啊，不知您可否借我笔墨纸砚一用？如若收到我的亲笔信，此人定会前来相助。公主还是不肯喝。公主不肯喝，就是你没用。无用之人还留着做什么？够了！他虽是奴仆，也是你东海的子民，你便这么残暴御下吗？是又如何？是你被迷了心智，眼里心里都只有那个于墨。我就算为你做再多，在你心里也不过就是糟粕。敖轩，我之前确实是真心实意想要嫁与你，但是你始终不愿意相信，你口口声声说的心意，便是斩断我父王一条手臂，残害我南海子民。你这样的心意，我宁可不要。昭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自小就把最好的、最爱惜的、最温柔的一切都给了你。只要你父王听我的话，我就会给他尊荣，给南海尊荣的。但若我父王不肯杀了雨墨哥哥呢？雨墨不过是个罪族孽子，昭衍犯不上为他牺牲全族。我如若早知道
你的本性如此偏执残忍，我宁愿永不化出人身，也好过现在为了一纸婚约，连累于墨哥哥，甚至整个南海的安危。傲轩，我拦不住你，但是若你再伤害我所爱之人一根毫发，我便立刻自尽。你。殿下，殿下，活腻了吗？殿下，南海有人前来拜访。昭兰，你注定是我的王妃，东海的王后。你的生死由不得你做主，但南海的生死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。我就算留不住你的心，我也不会让你离开东海半步。别把我逼到那一步。雨墨哥哥，你快逃回野兰山吧。唯有你平安，我才有勇气面对这一切。殿下此番神情，应该是证实了我所言非虚。难怪当日碎魂钩伤不了他，昭兰竟以逆鳞相赠。若不杀了他，我怎么忍得了这份屈辱？你不是他们的同伴吗？为何过来跟我说这些？你有何所求，不妨直说。我的所求，殿下帮不了我，但我与殿下有相同的目的，就是要于墨死。殿下可知？昭妍已经带着于墨去了西海，要联合三海之力，发兵东海。他这是妄想！四海早就易主了。若是起义失败，这自然是妄想。可殿下的碎魂钩已经伤不了于墨分毫。九岐天生强悍，又在水族中素有威名。我知道。但你能冒险来到东海，必是有法子助我取胜。你说吧，要什么赏赐，本王都可以给你。殿下必赢的转机，与我想得到的赏赐，皆在于一人。那人，也是于墨唯一的弱点，就是那日于墨护在身后的女子，颜淡。殿下只要拿下她，纵使于墨有千军万马，他也会甘愿认输赴死。原来于墨心系此女，不过，你为何要用她作为赏赐？世事弄人，我钟情之人为此女所夺，可偏偏
此女能救我心爱之人的性命。殿下只要答应我，攻城后将严旦的尸身送我，于墨起义调兵的种种谋划，我皆会搜寻奉上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这是本王的家传灵兽无影兽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你都可以用它传音传影于我，避免东南海之间往来繁复，惹人生疑。800年，严旦渡忘川渡了800年，而我却在3界的千重万缚中寻了他800年，却始终没有想到，他被困在了忘川水中。你也别太过自责，清起元灭，终有定数。还好，应元帝君及时。我不想听他们2个之间的事情。无论他做些什么，都无法弥补严旦心中的疮痕。陆明，既然严旦在忘川水中走过，便代表他不想记起前尘往事。过会儿你见到他的时候，切莫提起。现如今，他每日逍遥自在，日行一善。我希望往后的日子，他能始终如此。怪不得将臣说人性复杂，情爱难懂。这唐周和盛德口中的喜欢，意义截然不同。或许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吧。唉，我这红尘路上记的都是别人的情爱与故事，我自己的呢？严旦，于墨，你回来啦！严旦，我好想你啊！哎，别激动。这位仁兄，你谁啊？他谁啊？啊，你不是喜欢找靠山吗？我特意给你带过来一个特别厉害的靠山，他是北海龙王，又是鲛人族的族长，陆明。神仙啊！不是，你这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哭什么呀？这位神仙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叫严旦的？那个，我看过你写的《梨园会》，当真是妙笔生花，曲折动人，甚是仰慕喜爱。今日终于如愿相见了。《梨园会》我几10年前写的，没想到都传到神仙的耳朵里了，我好厉害！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最近一直在游历凡间，收集了更多的素材，我下部著作一定比《梨园会》写得更好。记得多多关注啊，也帮我跟天上的神仙好好做做宣传。好，到时候上演我一定来看。对了，我此次下凡还给你准备了些礼物。哎，这神仙第一次见面就送我礼物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是什么呀？哇！真没想到啊，你们神仙的西瓜这么好吃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哎，你以后来延兰山找我们玩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们多带几颗瓜？
没问题啊，我陆明平生最不缺的就是瓜了。这西瓜种子全都给你了，保你以后1年4季天天都有瓜吃。我平日里当差忙得很，要是得了空，我一定也去宜兰山小住。到时候你可得日日来陪我聊天解闷哈。没问题。哎，一墨，我们在山里辟一块地种这个吧。只要你喜欢，把整个宜兰山都拆了当瓜田，又如何？哼。林奈，再吃一块。谢谢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杀了敖轩的话，你不仅是万妖之王，还能够成为四海之主了。哈，我就说嘛，我八字一定带旺。我找靠山，就算找了个麻雀，这麻雀都能变成凤凰。谁说不是呢？说不定若是没有你的话，我还是一条小黑鱼呢，怎么可能成为九旗呢？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希不希望我成为四海之主啊？你知道吗？找靠山最重要的不是找一个厉害的靠山，那请教一下，该找什么样的靠山啊？当然是找一个快乐的靠山啊。哦，如果你当上四海之主，你并不快乐，那我自然也没有好果子吃了。你快乐我就快乐，你不快乐我这辈子就不快乐。你放心吧，我定会让你快乐。哎，你有没有看那些新闻里写的厉害的人物啊？都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要挨饿受气，还要心怀天下。我这么一想，如果换作是我心里想装着一件事都难受，更别说塞进全天下了。我总不能为了我的面子把你推到火坑里吧？是，我是做不到心怀天下。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，这天下对我来说根本就……主帅，主帅，我们去操练了。接着说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心里装着一个人，什么人？我是说，只要连青在我身侧，3界4海又有什么稀罕呢？切，我信你才怪呢！明日便要出战了，为什么不去休息？怎么还苦练了起来？我知道，啊，是为了昭兰公主。我刚刚给这些士兵送糕点的时候，就已经听到了。这位昭兰公主虽然是名女子，但颇有君主的风范。而这个敖轩上任之后呢，穷兵黩武，增加了四海的赋税。如果交不上者，皆杀之。可这个昭兰收编了这些交不上赋税的壮丁，每个月呢按时给他们贴补，这样既不得罪敖轩，还能够维持他们生计。唉。说昭兰公主是他们的再生父母，也不为过了。是啊，希望昭兰公主能够安然归来，才能配得上这些壮士们的忠心啊。若是三海联军攻入东海的话，也不知道这些将士们能不能活着回来见他们的公主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可以减少伤亡的法子，想不想听？想。东西两营的士兵怎么样了？正在安置，还有新入伍的士兵队5000人，是否也算进去？军队集结的仓促，现在只有5万人。西海、北海也在筹备援军。不行，风险太大了，事关生死，不可胡闹。此法风险虽大，但若是一旦成功，便会有将近10万水族战士窒息干戈。我妖法虽然没有那么高超，但是保护自己肯定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圣德，你刚刚去干嘛了？晚上的时候都没有见到你。这龙宫太大，散步一时迷了路。对了，军队彻夜操练，明日便要开战了，你们可有对策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折子戏，叫做《荆轲刺秦》啊？严旦，事关军机。切莫胡闹！哎，我没胡闹啊，这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妙计啊！这样，我演樊无期，你演荆轲，凭借咱俩的智慧，一定能把那敖轩打得稀巴烂。昔年荆轲
这县凡无欺人头，行刺秦王。若非荆轲一时慌乱3次而不中，历史怕是早已改写。莫不是颜旦妹妹想要效仿？正是。敖轩要招眼献上于公子的人头以表诚意。我知道妖有缩身术，索取身子放入河中并不难，但似乎并没有变脸易容之术，这可如何假扮呢？这就简单了。于墨呢，只需要扮成龙宫侍卫的样子，把面具一戴，谁认识他？而我扮成于墨，只需要多多的头发，让头发遮住脸。哼，等敖轩到手打开箱子，我就喷他一脸石灰。我厉害吧？是啊，真厉害。不要用这副敷衍的眼神看着我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于墨，拜托了，我们离开山境这么久了，好久都没有拍过戏了，你就让我试一次吧，好不好？而且你只需要负责递装人头的那个箱子就可以了。我敢保证，这8成这箱子还没有打开之前，你就已经一剑把他毙命。你就到时候把我随便往地下一放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就按照你说的做，随便把你扔在地上，摔破相了我也不用管，反正这个世间绝无第2颗眼壁丹。对我来说，容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智慧，懂吗？确实。于公子与颜旦妹妹的感情真好，于公子担心颜旦，不忍将她拉入危险之中。我亦是感同身受，只可惜，那人不会如颜旦妹妹这般领情。情情爱爱的我就不太懂了，我就觉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救人。于公子，我知道你对我心有芥蒂，可是我仍想恳求你，婚宴之战，能否别将唐公子拉入战局？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忍看他冒着罹难失败的风险陷入险境。我愿意带他前去，赴汤蹈火，以成全他的相助之心。于墨，龙王好像也说过，不想让唐州牵扯到此事。要不这样吧，这次就别带他玩了。等我们戏演完以后，就跟他分享胜利的果实，也算是便宜他了。你觉得呢？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3海君主以我为主帅，打算大婚之际，一举推翻敖轩政权。要是在他们的地盘动手的话，会十分危险。我和你们一起去。不必，你的身份如此尊贵，若被人发现，恐有不测。你放心吧，西海跟北海均答应我出战，我认为得胜十有8九，所以你们3个在此地等我便好。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，还是小心谨慎。哎呀，好了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的，当英雄当习惯了，我们都保你肯定没事了。你明天就当英雄背后的女厨娘，烧几个好菜，等着给于墨庆功好了。你才是美厨娘呢。战场多变，有什么危险的话，立马通知我。放心吧。纵然你此生仍不会爱我，只要你吃了邯郸之心，平安康健，我守着你过完此生也是好的。起义军约8万人，沿北海攻入。颜旦、于墨欲效仿荆轲刺秦，以颜旦头颅装入木箱，假作于墨已死，趁你松懈之机行以刺杀。于墨，尚德，你们快进来帮我一下！啊！有人吗？进来帮我呀！别叫了，
这次又想搞什么新名堂？到底想干嘛？怎么是你啊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说实话，我在这儿就是觉得箱子凉快，我想在这里面乘凉，不行吗？行，我这玉葫芦也挺凉快的，你进来再盛呗。东海父子，残暴不忍久矣。本王顾念东海旧义，苦苦忍耐。然而敖轩竟私自带兵闯入我南海龙宫，斩我将士，夺我女儿，斩我一臂。仁慈之心，竟使得四海鸡眼生祸。本王再无可忍耐，信天不亡我南海，救其遗孤，重现于世。大婚喜宴，击杀敖轩，三海联合起义军攻入东海，重塑四海龙尊之位。按照往日惯例，入宴人数不得过千，所以昭衍殿下精选尔等精兵强将，随我共同前往，以制香为号，控制殿内。若能顺利击杀敖轩，此战不战已胜。日后四海安危，今日竟交付于诸位之手。是战敖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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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战敖轩。禀告殿下，南海送亲队已到。殿下，殿内所有将士已准备就绪。去将本王的王妃请来。婚宴少了点趣味，赶在行礼前看出好戏。昭兰公主，南海龙王亲来庆贺，殿下请您移步正殿。难道父王真的杀了云墨哥哥？昭兰公主，若是婚服繁琐不便，奴婢可进来伺候。殿下这……贼子于墨，人头在此，请殿下过目。望殿下怒火烧减，与小女永结同心，恩爱不移。呈上来吧。于墨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。
否则我就立刻毁了此箱。这箱子里的东西你若喜欢，便拿去吧。把人带上来！你也太纵着他了吧！刀剑无眼，若是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他哪里是敖轩的对手啊？这妻子风险如此之大，你们居然还瞒着我！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若不依他，说不定突然之间溜到婚宴现场，搞出什么自由发挥，那不是更危险？无论如何，这人头放在木箱里不行。好吧，好吧，荆轲刺秦不演也行，那就换一出，狸猫换太子如何？昭兰公主，我是云梦的朋友颜淡，快把衣服脱了。昭兰呐，把昭兰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公主已经让人送回南海了，她如今已经是我们夜来山山主夫人了。颜淡小心！敖轩，你暴力自摧，欺压四海百姓，我本不愿伤你。你若让出王位，我绝不会杀你，也会善待你的手下。敖轩，收手吧。昔日不过是我池中陪衬的臭鱼烂虾，今朝竟敢觊觎尊位，游说三海谋逆，要我认输？你做梦！圣德。是他们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我并不知情。于墨竟有青离帝君应渊帮忙，你为何从未提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术士，什么帝君，我不知道。你当我是傻子不成？那日你一走，
我就派人调查了你的底细。你是妙法阁前任掌事银灯，你最好祈祷自己对他们而言足够重要，我便以你为人质换回招揽，否则我便让你见识到愚弄本王是什么代价。你要做什么？帝尊，天界曾通报应渊帝君罹难失败而亡，可本王发现他有意假死，在此隐姓埋名。你休想！天界不能有情，您犯了情戒而被贬下凡，如今到了凡间还如此多情，好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我上世麒麟时，便为帝君照明驱暗，相守万年。我自当忠心于他，护他周全。在天界如是，在凡间更是如此。帝君罹难生变，定是天界有人故意强害。帝君还活着的消息，绝对不能透露。圣德，圣德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啊，圣德？圣德，圣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傲轩，他想用我换回招揽，我百般不肯，他便要杀我。抵挡之前，我想到唐公子刚消了他的逆鳞，我就趁他不备，用碎魂功杀了他。没事没事，他死有余辜，别自责了。这灵兽也是被碎魂钩所伤。敖轩已死，你们莫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敖轩残暴欲下，四海怨声载道。既然他并非明君，你们何苦还为他卖命？四海龙尊的位置本就属于你，你本是先祖，现在落山为妖，就无不甘吗？我堂堂正正为妖的这些年，是我自出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若能一生如此，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昭彦殿下，我之所以会答应你领军出征，一是因为你女儿的救命之恩，二是因为为人子应尽的孝道。现如今，我爹娘的冤屈已经路人皆知了，我便已心满意足。至于我的存在，只要在我在意的人心里，便已足够了。
这戒指与敖轩有何关系？是白龙族的家传灵兽，这无影兽有传音报信之能，敖轩与其父各有一只。这只属于老龙尊敖奇。只需将九岐一族逼入山谷，修罗族自会将其歼灭。九岐全军覆没，你白龙族便理所应当成为水族之尊。东海执掌四海以来的所有阴谋、暴政，以及这次事变的经过，我都会一一上呈帝尊。有了这无影兽，铁证如山，九岐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仙神两界已尽在我们掌控之中，那日到来之前，务必护卫好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、火德元帅，尤其是四大帝君的平安，不可使之丧命于魔族人之手。这几人之死与我们大有助益，事关万年来筹谋的大计，不可有失。这段对话为同一人所说，殿下可知此人是何人？以此人的口吻，应该是天界之人。这无影兽，旧日敖奇也常常放飞天界。看来，前任龙尊背后有人指点布局。自创世之战，直至仙魔之战，都在那人计划之中。难道三帝君与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之死，是此人所为？师父他不是战死，而是被害死的。他和我爹娘一样，就这般不明不白的死了。雨墨仙知，北冥仙君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，我早已经死于万年前那场阴谋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又怎配活着？只是现在尚不知真凶到底是谁。若将九岐灭族真相上报，恐怕会打草惊蛇，势必会牵连到你们。所以此物绝不可交。贤侄不用追了。无影兽有寻主之习，若救主丧命，便会追本溯源，寻到上一次与他传音之人。贤侄若想找到此人，唯有将其放飞，只是无影兽不留痕迹。若找不着真凶，这证据可就没了。但凡他还活着，无论他在九重天，还是夜望川，我都会把他抓到。只有亲手杀了他，方可解我心头之恨。你与唐公子情谊深厚，他也是身经此两战的幸存之将。有朝一日归位回天，定会助你查明真相，手刃真凶的。正如无影兽所说，昔年唐公子险遭此人杀害，此番他下凡历难，毕竟困难重重，我担心他会有危险。二位公子相助我南海渡此劫难，我无以为报。南海有件宝物，可以为唐公子分忧一二。啊！这圣德大战之前行踪诡秘，而后那无影兽戒指也十分的可疑。他如果心机深大，与敖轩串通，那么王宫里的偶遇搭救，恐怕就是他有意设计的。不仅如此，裴洛因为贪念与将臣的感情变淡，也不至于痛下杀手啊。而且裴洛他是一个凡人，可以练成如此超群的功力，我觉得会不会跟圣德有关？那你还给他熬汤煎药？我只是怀疑，没有实证。不过，就算他有万千狡饰，有一点我肯定没有观察错，那就是他对你的情感
不然怎么可能放下王权富贵，而且有意让你避开战局呢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碗药你给他送去，顺便略施美男计，套点话出来呗。演戏可是你的擅长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演戏有什么不会的？送体贴，送温暖嘛。顺便还可以验证一下，她是不是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啊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是这么验证吗？那不如你教教我演戏啊？啊！你有病啊！哎，开个玩笑嘛。于墨拿到了那戒指，必然对我疑心更深。没有了敖轩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圣德姑娘，银檀姑娘给你调配了安神汤，我放你门口了。唐公子，我身子甚是不适，不知是否中撞了经脉，能否麻烦你进来帮我瞧一瞧？你这几日并未用过术法，应该不是气脉相冲之症。唐公子，我气虚无力，能否麻烦你坐到床边，给我把脉瞧瞧？公子，可否坐得再近一些？男女有别，把手腕伸出来即可。公子，圣德姑娘，请自重。这要是被旁人看见的话，会坏了你的清誉。赶紧放手。这深海龙宫极是潮热，我被这水汽浸染，体内极寒，痛苦不已。圣德姑娘，请放手。圣德真的好冷，求公子给圣德暖暖。凌霄派向来救助众生，我亦是众生之一。难道唐公子要见死不救吗？你真的要我救你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要我救你吗？这便是救你之法。我说了对你无益，你非要痴缠不休，甚至自轻自贱。这是忘痴咒，这7日你脸上会长出很多黑斑，愿你对镜悔过，莫再纠缠。公子，我心悦你，满心都是愿你安好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我为了救你，10年功力注入月剑膏，而你甚至连碰都没有碰一下。为了不让敖玄向天界告罪于你，我险些被他杀死。你说关心我，却将于墨言淡，
至于险境，这就是错。敖轩之死有诸多的疑点，你想借此事来伤害他们二人，这便是错上加错。我希望你没有那么做，要不然一开始救你，便也是错。我若是错果，那你便是错因。你知道我埋首肮脏不堪，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嫌疑破损，若不尽快找回其他神器，1年之内，必然仙力爆体，魂飞魄散。这世间唯有一人知道医治之法，那便是我。亦唯有一人可以以命为药，那便是颜淡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尚未伤他分毫，你便以剑相向。你若伤了他，这把剑必定会洞穿你的心脏。你看得比生命更贵重的苍生，3界也可以全部舍弃吗？天界苦修数万年，度众生于水火。如今你为了一个莲花经，便统统置之脑后。我告诉你，3界因你而生。今日你若不杀了颜淡，来日魂飞魄散，3界亦会因你受难。你休要在我面前胡说，我也不是为了颜淡。你口口声声身负大义，不近女色，不过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。你心中已经有了颜淡，是不是？是与不是，都与你无关。邪魔歪道，才会以命为药。你休要再骗我。若是你敢在于墨和颜淡面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绝不饶你。我会如约送你回师门。你最好不要骗我。若回师门之后发现你言行不一，我这把剑除了杀妖之外，也能杀尽恶人。你要杀我？若你该死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都想好了，日后我若考取仙阶，升为上仙，我要做天医馆之首，再也不用仰人鼻息。美的你！哎，樱桃，你呢？我是帝尊亲赐给帝君的仙饰，早晚有一日，他会点化我的仙灵。到时候我会永远跟在他的身边，共享尊荣。你怎么干活的？啊？让你擦个香炉，擦个地板，你弄了半天，啊？快点儿！你皮痒了是不是？我可告诉你。今儿安都王可要来此学术修炼，你若是给耽误了，这贺心门可再容你不得。
为你，我蒙受奇耻大辱，苦苦忍耐，终成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只有一个期望，就是与下凡历难的你重逢。王宫相遇的那刻，我多么欢喜！我为你筹谋、思虑，换来的却是你以剑相持，以命胁迫。应渊帝君只是下凡历难，总有回宫之日，你却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只能在凡界不断承受凡身肉胎之苦。敢问向来自命不凡的银灯仙子，这是不是比死还痛苦？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像在天界一般，为了个颜丹受尽苦痛。帝君，无论你领不领情，这一次我必须这么做。尊家，尊家，殿下，尊家救我南海于水火，此恩无以为报。南海物理贫乏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妙策法器。此珠灿若星辰，乃我南海至宝，望尊家笑纳。此事多亏了于墨筹谋，才击败了敖轩，唐州不敢居功。此物如此贵重，还请殿下收回。殿下，唐某确实有事想请教一下。尊家请讲，老夫必当知无不言。殿下，想当年，在天界为仙之时，我可曾辜负过什么人？尊家乃慈心天下之人，且向来规行矩步，所行所为，只有恩慈帮扶，怎会负于人呢？若是无关苍生呢？从我记事起，梦中总会见到一个女子的背影。她伤心欲绝地跳下了桥，而每次当我醒来之时，我便心痛不止，满怀愧疚。或许这是从前的记忆。尊家身份尊贵，老夫虽有幸得见，但毕竟相距甚远，所知不多。不过，尊家若想知道那女子是谁，此珠可以帮到你。此珠名为幻意珠，有牵引思绪之功，若研磨服下，便可知前生过往。尊家与我南海有大恩，老夫无以为报。想着尊家若恢复记忆，便能早日收回神器，归位回天，此乃三界之幸。
昭兰公主，叫我姐姐就好。你今天怎么没有去练习功法？一个人躲在这儿闷闷不乐的？今日学的是修炼功法的课，我修炼极差，被同伴们耻笑。他们说四海之间就要打仗了，若不会功法，日后东海可能就要没了。赵兰姐姐，东海真的会生灵涂炭吗？姐姐向你保证，三海不会攻打东海。从今往后，四海不会再有战事。你的爹娘不会像往日那般背负沉重的赋税，兄弟姐妹无需为奴为婢。东海会越来越好。我还听说姐姐会成为新的四海龙尊，是吗？你说的没错。雨墨哥哥，你昭兰姐姐一定会成为一个仁慈、博爱的龙尊，我保证。尊位空悬，慰问四海民心，父王他们都希望我来继承此位。可是，我从未学过为君之道，功法和修为也不算卓绝，所以我非常担心。你无需担心，为君者不需法力高超，那是将才之道；亦不需精通谋略，那是谋士之责。你身上有一个最好的品质，就是善良慈爱，这是作为君主最需要的品质。可是我觉得，你比我更适合。你错了，有一点，我远不如你。在我的心中，耶兰山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位置，而你却把四海当作你的家，把水族当作你自己的子民。那些士兵都非常感谢你的搭救之恩，他们对你是赤胆忠心，就像刚刚那小孩说的一样，他们都信你，只有你才能做得好这个位置。雨墨哥哥，谢谢你。你无需谢我，你救我那么多次，我应当谢谢你。你对我之恩，谢意将永存心中。我才知道这逆鳞的意义。此物我不可收。这送出去的东西，怎会有收回的道理？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。登位之日，我希望你为我加冕。我只不过是耶兰山的一个妖怪头子罢了，有什么资格为四海龙尊加冕？你有，因为你是昭兰最要好的朋友。我答应你。殿下可比那日心不甘情不愿的新娘妆美丽多了。颜淡，待你穿上嫁衣嫁给云墨哥哥时，一定更为光彩照人。到时候一定要请我去观礼啊！不是，
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虽然名义上是于墨的姬妾，但是我们私下约定好了，我就是他忠心耿耿的跟班。他真正喜欢的另有其人，不过不能如愿而已。你千万别误会。他未将真心告诉你，只是因为太看重你了，生怕把你给吓跑了。世间疾苦是痴情，他这般受苦，无非是想让你永远无忧无虑，快活自在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咱俩说的是一个于墨吗？就他平时那样，还苦情还委屈啊！殿下，吉时已到。元旦恭贺四海龙尊。敖宣不忍，四海废之，此乃民心所向。然一日万机不可久旷。青龙族第48代嫡女昭兰，系出高红，养于天宫，师承正统，秉性端慈，堪负重托。已谨始于城瑶，寻武圣之业，身体无异。今册为四海之主，继任龙尊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朝兰必夙夜精精，小心谨慎。只愿海宇生平，不坠红叶。
水足有汤，风雨顺意。云墨哥哥，和你相识一场，能有此刻，昭兰别无奢求了。如今四海太平，你成为一方之主，我们也要马上启程离开了。日后若能相见，仍以挚友相称。愿你在以后的日子，早日找到视你若珍宝之人。但你们一切都如常所愿，一定记得来东海做客。当然要来，我也要一起来。赵兰，你们东海百姓可爱吃瓜？我这儿有很多鲜瓜种子，品种齐全，任君选择。你见到严旦了吗？他还好吗？他很好，他现在和于墨在一起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比从前更快乐自由。他要做3届画本第1大家的梦想，如今也一应贯之，拿着册子在凡间游历，收集素材。这正合了他当年想要下界游玩的心愿，挺好的。你这般牵挂他，何不下界亲自看看他，好让自己安心呢？纵然他忘了前尘往事，可过去的种种，我一刻都未曾忘记。我没有脸再面对他，我是他姐姐，却没有保护好他。当年没做到的，如今也没有机会再做了。都过去了。除了那些过往痴缠的胡言乱语之外，在圣德的口中，并没套出其他的线索吗？李晨开启的法诀，他必然知晓，否则安都王怎么会带一个普通的浮尘进入宫中，而且视若珍宝一般的对待？哎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送他回他的师门吗？我与严旦已经商量过了，若此人真是毒手的话，不如且行且看。一来可以探探他的真实目的，二来打探出李晨使用之法。若就此撇下他，万一他起了什么坏心，我们更是防不胜防。说的没错，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反正离他口中的贺心门也不远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且行且看，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样的如意算盘，马上揭晓。我们先走吧。过了这个林子，便是我之前修炼术法的贺心门了。这几日相处，因为这样那样的误会，让2位公子对我心生芥蒂。等到了师门，我一定一一细说。毕竟，相识是缘，哪怕别后再无机会重逢，圣德也委实不希望诸位因此误解厌恶于我。神器有异动，难道前面这片森林便是神器曾经的藏身之处？正是，昔日我正是在此林中意外拾得此神器的。李晨与此地有感应，当属正常。此地树林甚密，地势甚广，既然圣德姑娘对此地熟门熟路，不如由你在前面带路，我与严旦殿后，这样以防野兽突袭嘛。这是自然。之前我日日来这儿砍柴挑水，无比熟悉。
圣德，你不是说河西门在这片森林的西面吗？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朝北边走呢？若朝西直行，有一片沼泽，极为凶险，绕北避开会更安全一些。这树木的排列并非天然生成，而是被布成了一个9宫8卦阵。入阵心，则触发阵法。正东为生门，西南为休门，阵心便在。停步！圣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会如此？当年我就是在此处找到李晨的。愣着干嘛？砍柴啊！不砍够3日用量，你今日就别想回师门。这是魔族魂魄所化的八卦阵。对了，小寒晶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气旋6腑，燃会双万。圣德，你这使的什么妖法？去！正北为开门，从北走。一步，云娜。多谢。圣德，你果然有问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取你的命，偷你的心了。所以你跟我们同行的目的便是要杀我？那教臣跟裴洛呢？他们2个人离心，也是你一手所致的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借着裴洛的贪欲，一步步成为安都王最宠爱的侧妃。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我本可快活一生，可偏偏命运让我遇见了你。可为什么你要出现，一次又一次地毁掉我的人生，夺走我所爱的一切？与颜淡又有何关系？你心爱之人，并非心悦于你，难道你要迁怒于他？你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。如此自私偏执，怎配得上爱？你懂爱吗？你懂什么？唐城，我所有的筹谋都是一心为你，然而你为了他这般践踏我的真心，今日我便要亲手杀了他，然后逼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他的心。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，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会如愿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施法消除你在凡间的记忆，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，与我厮守此生。这黑雾好生诡异，大家小心。昔年昭圣帝君以李晨将一批魔军封印至此，魔族人便化为这黑雾，吞噬入阵之人。你失了记忆，忘了仙法，今日我便要你眼睁睁看着这2个妖精化为石雕，而我将手握9旗龙丹、李晨2大神器，称霸凡界。
气旋六腑，然会双万。去！连团黑雾！快点！我要顶不住了！你宁愿与他们一起死，也不愿活着和我在一起吗？杭州，张远殿下给你的珠子，你赶紧吃了，你吃了就会恢复记忆，所有的仙法都能够想起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，要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杭州，李晨不是可以使封烟当无邪吗？快用啊！小心！今日你非死不可！先修天机，后提玄苍。小寒精，快用小寒精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圣德若能以小寒精御物，那么必也可靠李晨兼小寒精反御之。唐周，听我口诀，驱动内力，操纵李晨，上身微旋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万。小寒精，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小寒精？先提玄苍，再修天机。破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满心怨恨的要做这一切？你负了我一辈子，我要让你后悔终生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？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意思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唐周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？唐周之前又是谁？你肯定知道，说清楚嘛！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，这样你永远也忘不了我。就这么死了，也算他恶有恶报吧。如果将臣知道这些，心里也许会释怀一些。纵使圣德故意挑拨将臣与裴洛的关系，但究其原因，还是裴洛不愿意相信将臣。所以言谈，你也不用太苛责自己。也许这就是凡间八苦当中的五阴炽盛之苦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使他造下了这么多的恶果。看来话本里写的那些都是对的。情能够使人生，亦能使人死。情可以让人牺牲，也可以让人疯魔。哎，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？她对你怨恨，你有负于她，难道就如圣德一般吗？和他绝不一样。获得元帅
性子极为傲慢死板。若圣德在天界真是爱慕火德的仙娥，必定没少受气，所以这辈子才如此怨毒执着。笑什么呀？那都是前尘往事了。既然无从可解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行了吧，你倒是洒脱了。现如今，他变成了石像，我们的满心疑问，找何人去解？贺心门，他之前说他的师门是贺心门，我们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知情人。走。来，里边请。慢走啊！客官，里边请。店家，哎，公子，这些都是你的，看着安排。但是有件事情，想向你打探。此处有个修炼之地，名唤鹤心门，为何找不到了？公子问这个做什么？这鹤心门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你这龙宫没待几日，红尘录倒是写了好几页。切，你懂什么呀？人呢有五毒之心，这个敖轩是傲慢自私之毒，而圣德呢是偏执嗔怒之毒。我看就这个招兰洒脱明事理，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成为了四海之主，而且婚嫁任凭己愿，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整个家园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他那样就好了。那你想保护谁，嫁给谁啊？你一个要断情绝爱的捉妖师，你关心我一个妖干嘛？干嘛？想来我们山境做客啊？是，问问都不行。不行。打听到了。怎么说？多年以前，圣德在此修炼之时，曾因知晓许多旁门术法，而且心思奸恶，被同门师姐所不喜。后来裴洛到此参拜，他便施法，加以魅惑，被封为侧妃，然后带回宫中。就在他离开的前夜，鹤心门忽起大火，57人尽数葬身，无一幸免。真狠毒的女人，我早看她不是好人了。57个人，没想到如此决绝。他就是想要斩草除根。若日后像我们一样有追本溯源的人，便无迹可寻了。他究竟是谁？到底做过多少恶事？便像迷雾森林中的雕像一般，永远封存起来了，谁也不可知。我现在想想可真可怕。还好你会那个拗口的法诀，不然变成石像的就是我们了。我这一路想了很多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后我不想再做你身后的跟班了。你教我修炼吧，我想变得强大起来，以后可以换我保护你。还是年轻厉害，你天资聪明，而且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你要潜心修炼的话，说不定以后我做你的跟班了。哦，那倒也是了。干嘛？不服啊？哼！小新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新，不好，他那不是呛住了，是卡住了，救人！是不是呛着了？快喝口水！不能喝水，他是被卡住了。来，小孩，使劲，使劲！这怎么办呀？没事吧？可急死奶奶了！谢谢姑娘。没事没事。老身带着孙儿来镇上投亲，要是他有个什么万一，
我也没脸活了。啊，敢问姑娘名讳？这相救之恩，老身必得报答。不用不用，我叫严旦。让几位久等了。奶奶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用这么客气，真不用这么客气。好像啊。诸位救我孙儿一命，今日又恰巧是端午佳节，有吃五黄的习俗。老身家贫，唯有做些吃食以表谢意。这是老身家里自己养的黄鱼，极其鲜美。这自酿的雄黄酒下了10足10的雄黄粉，有除妖驱邪之效。如今这世道妖孽作恶，几位也应当心呐。哦，巧了，我们不就是妖邪吗？这雄黄酒一喝，妖力变弱，显出真身来，便是不想作恶，也得吓晕不少人啊。老夫人，此鱼果然鲜美，您不必担心，许多妖藏于深山之中，不与人相犯。再说了，有许多除妖师行走于世，您就放心吧。这位公子怎么不下筷？可是我做的吃食粗糙，不合您的口味吗？不是，您误会了，奶奶。他这个人吧，有痛风，所以闻到鱼腥味他就受不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我替他吃2口吧。哎，连青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有哮喘，不能食得鱼腥。吃1口也没关系吧？1口都不行。老身不知姑娘和公子有此忌口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哮喘痛风忌吃鱼腥，这雄黄酒倒是无需忌口，请几位千万不要推辞，多饮一些。并非妖邪，应当无事。姑娘请。平日连青不胜酒力，这酒我来喝。此酒甚妙。公子喜欢就好。公子行侠仗义，又如此疼爱妻眷，真是少年英雄啊！来，又来。于墨怎么能在外人面前如此污蔑严旦呢？他年少与你定的契约，未行大礼，怎能做得了数呢？老夫人，让您见笑了。我乃捉妖天师，严旦是我捡来的丫鬟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成为你丫鬟了？我堂堂严旦，当日我悉心教化于你，你不记得了？是，唐天师对我恩重如山。哼。哎呦，连青，你看啊，唐天师这是要棒打鸳鸯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嘛。你要是他的丫鬟的话，那我就勉勉强强做你的管家吧。你看，如此美食，又有如此好酒，我算是无福消受了。还请天师畅饮。你们俩给我等着！没想到你们3人如此有缘，
更该畅快一醉。不管是主是仆，都是老身的恩人。来，我这雄黄酒管够，千万别客气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现在是头痛欲裂，根本就饮不了酒。我也是，我感觉我哮喘发作了，有点恶心。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。我来，蛇鼠一窝。公子好酒量。老夫人，您还别说，这个酒啊，还真不错。唐周，让你喝尽兴，没让你喝断命啊，兄弟，行不行啊你？怎么就不行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没醉过，可以一直喝。老夫人，再给我倒一杯。哎，慢点。别动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能一直喝，怎么喝都喝不醉。是，你确实能一直喝，你是怎么喝都喝不醉，喝傻了吧？哎，要不要我跟你煮碗醒酒汤？燕丹，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果然如此。希望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你行走3界万年，俯仰一世，难道心头从未有过悸动？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帝雅的茅屋中，无论何时何地何情，你难道没有一刻的动心吗？职责所在，无所不能。对不起。如今你是凡人，受尽凡间8苦，生老病死4苦，爱别离之苦，求不得之苦，五阴炽盛之苦。若你心岿然不动，又怎会体会到这苦呢？你已经动心了，这颗心是你欠我的，如今理应还我。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？你到底是谁？回来！
公主，做得好。神霄宫耳目遍及四海，要设计2个妖精和1个凡人，自然不难。只是属下好奇，为何不斩草除根？此物乃是天界法宝，他已经认出。我虽得之，无法用之。我派你过去，无非就是为引那3人入局，助我成事。此局已动，你回去等待便是。是。不好，李晨。这家客栈早已经没有任何人住了。我方才已经打探过旁边的店家，说此客栈在3天前就被人包下了，而且老人跟小孩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亲戚，所以是他们设好的圈套。这酒里面的确有很多的雄黄粉，雄黄粉辛辣苦涩的味道非常重，所以掩盖了里面这一丝不被察觉的异香。由此可见，人家明明就是早已盯上了我们，所以想让我们出手相助，还打消我们的防备之心。明明知道咱们2个是妖，喝不了雄黄酒，顺水推舟，便让唐周饮下，然后再找个机会窃取他的宝物。唐周，你是为了帮我跟于墨挡酒，李晨才丢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给拿回来的。可客栈中没有其他的线索，凡间也有很多人使用蒙汗药，怎么查呢？我以前呢曾经看到过百草图志，蒙汗药繁多不假，但此药当中的狭叶蒲根，唯有朱翠山可知。现下我们已经到了朱翠山下的朱翠镇，既然要查蒙汗药，就应该从药材铺或者药农来查起。果然是初出师门、不懂世故的呆子。药商若是配制蒙汗药的话，那要被抓去坐牢的，自然百般抵赖隐藏了。若是配药之人是暗商，更无从查证了。那怎么查呢？看到没？这便是查线索的好地方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名字倒是很潇洒，莫非是个书院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果然是一点情趣都没有啊！既然是尽欢，当然是须作一生篇，进军今日欢啦。策词艳曲，必是风流之地，我可不去。想什么呢？这是舞房，又不是青楼，风流不减，更添雅韵。此地是人流往返最频繁的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也是查线索的好地方。舞房里尽是女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更坚决不去。啊，行，你不亲我亲。待我一会儿变个男装，带你进去好好见识见识。